2018年9月8日凌晨2点半，随着砰的一声响起，千禧大厦36层的住户在熟睡中惊醒，他们发现在角落里的一扇窗户出现了破裂。事实上，千禧大厦的业主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此担惊受怕。大厦从2009年竣工之后，就已经以每年 2.5 厘米的速度往下沉陷。截止到2018年底，大厦最多沉陷处已经到达了46厘米，接近2个篮球的直径。沉降还导致了大厦西北方向的倾斜，其顶部偏移量超过了40厘米，被媒体戏称为旧金山新的旅游景点。沉降带来的还有大厦地下室和墙体变形，这导致了大量的裂缝出现在地下室墙体和楼板上，外部玻璃幕墙发生扭曲。千禧大厦是市中心南区的一个商住混合开发项目，北接 Mission Street， 西接 Fremont Street， 南接 Transby Transit Center， 建成后为旧金山最高的住宅楼。大厦由2部分组成，58层的塔楼为住宅楼，9层群楼为商住混用。塔楼位于场地西侧，单层建筑面积为 45.7 米乘以 30.5 米。塔楼为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，中部设置有核心筒。塔楼下部拥有一个单层的地下室，地下室坐落在3米厚的法板基础上，法板基础的埋深为 7.6 米。3米厚的法板有942根边长 35.5 厘米的预应力混凝土方桩支撑。千禧大厦所在地层由上至下大约可以分为3个类别，厚度约为30米的近代海洋沉积物，厚度为45米的老湾区粘性土，以及下伏基岩。穿过地下室底部柔软的海洋沉积粘土，942根预制方桩的端部都坐落在了老湾区粘土上部的沙层之中。从2005年开始，大厦的塔楼和群楼陆续开始了正式的施工。到2009年，千禧大厦基本完工，历时3年有余。在大厦建设之前，工程师通过计算分析研究了大厦地基的沉降问题。据预测，在大厦竣工时，大楼将会发生25毫米的施工期沉降。在随后的20年内，由于沙层下老湾区粘土的固结，基础的沉降将会缓慢地增大，直到125毫米，大楼总共将出现约150毫米的沉降，并均匀地发生在基础底部。然而，当塔楼封顶时，基础发生的沉降已经与20年后的预测沉降值相当。即使是竣工后，大厦的沉降速度也比预想中的要快很多，以每年25毫米的速度向下沉陷。到2018年底，最大沉降值已经超过46厘米，而且没有一点收敛的趋势。沉降同样也没有按照计算均匀的发生，大楼逐渐向西北方向开始倾斜。千禧大厦就是典型的不均匀沉降。以2014年到2015年间塔楼和群楼的沉降等高线为例，从东南角往西北角，变化程度越来越大，每年的变化不断累积，导致了整座大厦朝西北方向出现了严重的倾斜。塔楼顶部朝西偏移了35厘米，朝北偏移了16厘米。与大本钟比萨斜塔相比，高耸结构的倾斜更让人感到恐惧，因为同样的不均匀沉降会造成更大的顶端偏移量。由于千禧大厦自2009年竣工后即开始长达了10年的沉降，在这期间，大厦附近有众多的工程陆续开工建设，相互建设周期重叠，关系复杂，使大厦沉降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厦的沉降呢？